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？或者说，你有没有成为过这样的人？他叫阿哲，是我多年前认识的一个年轻设计师，才华横溢，创意像是永不枯竭的泉眼，作品拿过不少奖，但他在公司的处境却像一颗被扔进了沙发缝隙里的钻石，不仅没人看见他的光芒，反而总觉得人难受。一次部门脑报会，大家对一个新项目的视觉方案争论不休，客户总监小心翼翼地提出一个偏保守的方案 A， 想先探探大老板的口风。话音刚落，阿哲的声音就响彻会议室，这也太土了吧，完全是10年前的审美，就差把安全平庸4个字刻在脑门上了。这么搞，不是糊弄客户，是糊弄我们自己。整个会议室的空气瞬间凝固了，客户总监的脸色从红到白，再到铁青，大老板皱着眉没说话，最后项目不了了之。后来我私下问他，你明知道总监脸皮薄，老板又在场，为什么要把话说得那么绝？阿哲一脸的理直气壮，我说的是实话啊，做设计不真诚怎么行？我这是对作品负责，也是对公司负责。我哑口无言，因为在他那套绝对真实等于绝对真诚的逻辑里，他无懈可击。他坚信自己是那个敢于戳破皇帝新衣的孩子，是浊世里的一股清流。他没意识到，在别人眼里，他只是个不懂事的刺头，一个行走的低情商炸药包。果然，没过多久，阿哲就被边缘化了。重要的项目轮不到他，核心的讨论没有他，他那一身才华被他那张真实的嘴牢牢地封印在了工位的一角。最后他黯然离职，走的时候甚至没几个人真心实意地去送他。阿哲的离开让我思考了很久。我们从小被教育要诚实，要说真话，但为什么一个把真诚和真实奉为圭臬的人，却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寸步难行？直到后来，我遇到了另一位前辈老李，他是我们行业里泰斗级的人物，但为人却温润如玉。跟他聊天如沐春风，所有与他合作过的人，无论职位高低，都对他赞不绝口。有一次，一个年轻同事拿着一个漏洞百出的策划案向他请教，我光是旁听就尴尬的脚趾抓地。老李却没有半点不耐烦，他先是笑着说，小王，你这个想法很大胆啊，能想到从这个角度切入，很有魄力。尤其这一点，把 A 和 B 结合起来，给了我很大的启发。那个年轻人原本紧张的脸一下子就放松了下来，然后老李才话锋一转，用探讨的语气说，不过我有个不成熟的小建议，你看，如果我们把执行步骤这里稍微调整一下顺序，再多考虑一下市场预算，会不会让方案的落地性更强一些？你经验比我新，可能对现在的年轻人市场更敏感，你觉得呢？他明明是在给对方挑错，却说成了请求对方指点。他把尖锐的批判包装成了温和的探讨，一场原本可能是公开处刑的指导，变成了一次极其愉快的共创。那个年轻人不仅没有丝毫的难堪，反而对老李充满了感激，觉得自己被尊重，被看见了。那天结束后，我终于忍不住
向老李请教他的人际交往心法。他给我泡了一杯茶，缓缓地说了一句让我醍醐灌顶的话：与人交往，最好的方式是保持真诚，但不那么真实。看着我困惑的眼神，他笑着解释：真诚是我们的态度，是我们内心的底色，它决定了我们值不值得被信任。但真实只是一种可选的手段，绝对的真实往往是一把双刃剑，在照亮问题的同时，也灼伤了人心。一个成熟的人，懂得在真诚的底色上，用智慧去调配真实的浓度。从阿哲的真诚的愚蠢，到老李的智慧的真诚，我才恍然大悟，成年人世界里最高段位的社交艺术，从来不是口无遮拦的有话直说，而是一种选择性的真实。它不是虚伪，而是一种顶级的善良和深刻的格局。而这样的境界，需要3层不同程度的修炼。第一层修炼，从表达自己到关照他人。我们很多人都曾是阿哲，我们急于向世界展示我们的观点、我们的才华、我们的与众不同。我们把人际交往当成了自我表达的舞台，但这种单向度的输出，本质上是一种深度的自我中心。就像文章开头提到的，未踏入社会的我们，交往是随性的，是真性情的流露。那时候，天空很蓝，人心很纯，彼此的想法像玻璃一样透明。但成年人的世界，是一个由复杂人性和稀缺资源构成的竞技场。在这里，每个人的内心都或多或少地背负着压力、焦虑和不为人知的创伤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实话的杀伤力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。你一句你这个方案不行，可能否定了对方连续1周的通宵达旦。你一句你今天气色好差，可能戳中了对方正在经历的失眠与憔悴。你一句你太天真了，可能熄灭了对方心中刚刚燃起的理想火花。高手都懂得一个残酷的真相，在成年人的世界里，讨人喜欢很多时候比绝对有用更重要。因为只有当对方在心理上接纳你、喜欢你，你的有用才能真正被看见，你的话语才能真正产生影响力。这就是老李的智慧所在。他面对那个漏洞百出的方案，没有立刻祭出真实的利剑去评判，而是先用真诚的态度去肯定。他肯定对方的勇气，肯定对方的闪光点，这是在释放一个核心信号：我是你的朋友，不是你的敌人。我看到了你的努力，我尊重你。这份看见和尊重，就是人际关系中最宝贵的情绪价值。它像一道温暖的屏障，保护了对方脆弱的自尊心。在这道屏障之后，你再给出的建议和批评，对方才听得进去，才不会本能的抗拒。所以，所谓的真诚但不真实，并非教我们去说谎，而是让我们在开口前，完成一次从我想说什么到对方能接受什么的思维转换。它的核心是把一部分注意力从自己身上转移到对方的感受上，给只爱听好话的人说他能接受的好话，再伺机引导给能接受一点真话的人说适量的包裹着糖衣的真话，给完全清醒内心强大的同道中人说一针见血的透彻真话。这不是圆滑，这是慈悲。因为你明白，语言的目的是为了建立连接，达成共识，而不是用你的真实
去碾压别人的脆弱。第二层修炼，从弱者互踩到强者互帮。如果说选择性的真实是保护他人、建立连接的术，那么驱动这一切的底层心态，则是更为宏大的道，那就是你到底把身边的人看作是对手还是队友。心理学家阿德勒说，人的一切烦恼皆源于人际关系，而人际关系中最大的恶，莫过于见不得别人好。一个内心贫瘠的人，会把世界看作一个存量有限的蛋糕，别人多拿一块，自己就必然少一块，所以他们会下意识地拆台。看到同事升职，他们不服；看到朋友成功，他们嫉妒。他们宁愿牺牲自己的成长，也要给别人的道路上撒满钉子，因为看到别人成功，比自己失败还难受。这就是典型的弱者互踩思维，他们以为阻挡了别人，就是成全了自己。殊不知，当你把所有精力都用在提防和攻击他人时，你也失去了自我精进的可能。你为别人设置的障碍，最终也会成为困住自己的牢笼。而真正的强者，内心是丰盈的，他们把世界看作一个可以共同做大的增量市场。他们明白一个深刻的道理：成就他人，是成就自己最快的方式。清代奇书《幽梦影》中有言：云映日而成霞，悬挂岩而成瀑，所托者异，而民亦因之。云朵若没有太阳的映照，不过是普通的水汽；泉水若没有悬崖的承托，也无法成为壮丽的瀑布。人也是如此，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，唯有彼此搭台，才能好戏连台。这就是老李的格局。他为什么愿意花时间，用那么有智慧的方式去帮助一个年轻人？因为他看到的不是一个可能威胁自己的后浪，而是一个潜在的能让整个团队变得更好的同盟军。他今天为对方搭了一座桥，明天当他需要的时候，无数个曾被他帮助过的人都会成为他坚实的护城河。这是一种顶级的利他哲学，但其内核却是极致的利己。道德经有言：己以为人，己欲有，己以与人。己欲多，你给予别人的善意、机会和帮助，最终都会以不同的形式反馈到你自己身上。你的人脉、你的口碑、你的影响力，都在这一次次的为人搭台中，像滚雪球一样，越积越大。所以，当你在遇到身边的人需要帮助时，不妨问自己一个问题：我是要做那个偷偷给人下绊子的阿哲，还是要做那个主动为人修桥的老李？选择前者，你或许能赢得一时的苟安，但你的人生之路会越走越窄；选择后者，你或许会一时吃亏，但你正在为自己构建一个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，你的未来将不可限量。第三层修炼，从讨好世界到坚守内核。听到这里，可能有人会产生新的困惑：如果我一直选择性真实，一直为人搭台，那我是不是就变成了一个没有原则，只会讨好别人的烂好人？我的真实自我又该安放在何处？这就引出了这套社交心法的最高层次，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环。在向外释放善意的同时，向内坚守自己的原则与底线。真诚但不真实的智慧，绝不等于放弃自我，恰恰相反，它要求你拥有一个更加强大和稳定的内核。
因为只有当你非常清楚你是谁，你的底线在哪里，你的目标是什么时，你才能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游刃有余，而不迷失方向。一个没有内核的人，他的不真实是纯粹的伪装和讨好，他会因为害怕冲突而无限度的退让，他会因为渴望认同而说出违心的话，他的善意是廉价的，更是脆弱的。而一个拥有强大内核的人，他的不真实是一种有边界的、可控的战术。他知道在什么时候，对什么人可以展现哪一部分的真实。他的所有表达都服务于他内心那个更宏大的目标，或许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，或许是为了达成一次合作，或许是为了维护一段关系。他的真诚体现在他从不主动害人，他的出发点永远是寻求共赢。他的不真实体现在他懂得保护自己，也懂得体谅人性的复杂。他就像一个武林高手，手中有剑，但心中有爱。他可以选择不出剑，用温和的方式化解干戈，但如果有人触碰了他的核心原则，他也能亮出锋芒，捍卫自己的尊严。主持人孟非曾说，所有的优越感都只来自缺见识和缺悲悯。同样，所有在人际关系中的笨拙与困境，也都来自缺智慧和缺格局。当我们真正掌握了这门艺术，我们会发现，与他人的相处会变得前所未有的和谐与顺畅。我们不再因为过于直白而得罪人，也不会因为毫无保留而受到伤害。我们能够在真诚的底色上，用智慧的画笔描绘出和谐的人际画卷。我们能够在成就他人的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的最大化。这或许就是一个人从青涩走向成熟最重要的一次心智跃迁。它需要我们跳出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，去拥抱那个更复杂也更真实的世界。愿你也能成为这样的人。你的善良从此带有锋芒，你的真诚从此饱含智慧。最后，想和你探讨一个问题，在你的人生中，是否也曾因为太真实而吃过亏？或者，你见过最高明的人际交往方式是怎样的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和见解，让我们一起在成为高手的路上彼此成就。与人交往、说话、聊天，最好的方式就是保持真诚但不真实。你可能觉得这句话相互矛盾，实际上大部分智慧都是矛盾对立但又统一的。这也是一种高情商的生存智慧和交往艺术。真诚是人际交往中不可或缺的态度基石，它如同一盏明灯，照亮我们与他人连接的道路，让对方感受到我们的端正、可靠与交流的意愿。这种态度是建立信任的前提。若缺乏真诚，所有的交往都如同空中楼阁，难以稳固持久。然而，真实却并非一成不变的呈现，它是一种基于现实考量与对方特质的选择，是因人而异、因境而变的灵活手段。为真正踏入社会的人，往往带着一份纯粹与随性，他们的人际交往缺乏明确的目的性，更多的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，就像童年时期的伙伴，一起爬树掏鸟窝，一起分享一块廉价的糖果，没有利益的纠葛，没有心机的算计，彼此的想法简单而透明，很容易就能明白对方的喜怒哀乐。那时候的日子单纯的像一张白纸，
所以让人无限怀念。但当我们走出象牙塔，步入成年人的世界，一切都发生了改变，生存的压力扑面而来，优质的衣食住行、良好的发展机会等都成为了稀缺的资源。为了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立足，人们不得不为了这些资源而努力争取。在这样的生存底色之下，人际交往自然难以保持昔日的单纯与纯粹。成年人的世界往往充斥着各种或明或暗的目的性。一个既真诚又毫无保留展现真实的人，往往是因为不清楚自己真正想要什么。他们对所有人都采用同一种交往模式，急于展现自己的个性，却忽略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性格喜好和接受程度。这种固定不变的方式，在面对形形色色的人时，实际上是在不经意间制造着各种矛盾与冲突，最终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失去朋友，甚至树立敌人。真诚是一种态度，它向他人传递出我们愿意友好交流、值得信赖的信号。而真实作为一种手段，需要我们根据不同的对象展现特定的部分。毕竟交流的目的是为了建立连接、达成共识，而不是去伤害对方。说实话，很多时候是最容易得罪人的。即便是关系再好的朋友，也不能口无遮拦，有啥说啥，而是要有所取舍。我们应该只说那些对方能够接受、不反感并且愿意承认的真话。批判也不是随心所欲的，只有在对方愿意接受的前提下，我们的批判才具有意义，才能达到帮助对方改进的目的。这并非虚伪，而是因为我们的出发点是交流而非伤人。给只爱听好话的人说好话，给能接受一点真话的人说适量的真话，给完全清醒的人说透彻的真话，这才是有意义的交流。如果觉得这样做很憋闷，那可能是因为我们太过于关注自己的感受，或许更适合做一个倾听者。掌握真诚但不真实的交往之道，反而能帮助我们减少人际交往中的摩擦，更清楚地看清他人。在人际交往中，我们要始终保持真诚的态度，让他人感受到我们的善意与可靠。同时要学会灵活运用真实这一手段，根据不同的对象和场景有选择地展现真实。讨对方喜欢很多时候比单纯对对方有用更重要，因为只有让对方从心理上接纳我们，我们的话语和行为才能真正产生影响。真诚但不真实，不是教我们耍心机玩手段，而是让我们在复杂的人际交往中既能坚守自己的善意与原则，又能灵活地与他人建立良好的连接。它是一种成熟的处世智慧，能让我们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更从容地游走，既不伤害他人，也能更好地保护自己，实现更有效的人际交往。这种智慧需要我们在不断的实践中去领悟和打磨。我们要学会观察他人，了解不同人的性格特点和接受方式，要学会控制自己的表达欲，不被情绪左右，而是根据交流的目的选择合适的话语。同时我们也要保持内心的清醒，明白自己的底线和目标，在展现不真实的部分时始终不偏离真诚的态度。当我们真正掌握这种人际交往的最高段位时，我们会发现与他人的相处会变得更加和谐顺畅。我们不再会因为过于直白而得罪人，也不会因为毫无保留而受到伤害。我们能够在不同的人际关系中找到平衡点，既赢得他人的尊重与喜爱，又能实现自己的合理诉求。这或许就是人际交往的真谛，
在真诚的底色上，用智慧的不真实描绘出和谐的画卷。